前几天呢，我在 Facebook upload 了一支短片，就是我在北京车展上面看到的一些现象，就是有其中一台这个 Chery Tiggo8的发布会之后，然后现场就站了大概4-5位的这个直播主，就是一边在讲话，一边在直播，一边在介绍那台车子价钱等等，在promote 这样子，然后在网上就掀起了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些新闻台一些也跟我征询了，要拿这支影片作为他们的一个新闻的素材。那既然都这样子了，我就顺便透过我的频道聊一聊这个刚刚过去的北京车展上面我的所见所闻，也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车展有哪一些值得进步的地方，应该要改善的地方。因为我大概就是1年前我出席了这个上海汽车展，因为 Auto China 这个中国车展它是就是怎么讲，就是1年在上海，1年在北京，1年在上海，1年在北京，上海北京这样子交替轮替的因为这一次会来到中国出席车展，主要是受车商的邀请。那今年呢，我就出席了2个，就是 GWM 长城汽车跟这个 Chery。 长城汽车的总部是在在河北保定，然后这个奇瑞是在安徽的芜湖，所以我前2天也从这个北京搭高铁一直下到来芜湖这一边。这个东西就代表了一个，就是说现在尤其是这2年里面，越来越多中国汽车品牌出海来到马来西亚。因为打个比方，像 Alfa Romeo 这些品牌，它没有在马来西亚卖的话，它也不会请我们去它的发布会。所以越来越多中国品牌来到马来西亚，尤其马来西亚人现在来中国是免签，就会有这个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来到这边去试驾新车、出席车展等等。那首先这个Auto China 2024就是在北京主办的，我觉得它的 logo 很难看，真的是 compared to 2023的上海汽车展，然后你再看2024的北京车展那个 layout 那个 artwork 哇，真的是有时候你会想，这么人口这么大的地方，然后这么多顶尖的设计师，你在上海，你在什么商业区，你随便走进去一间咖啡馆、一间茶馆都好了，它的 design 都比这个 Auto China 的这个 layout 要美得很多很多。然后你就想，北京嘛，你知道吗？你作为一个首都，应该是要比较有一点 standard 的啦。but 不知道应该要等到2026之后，我们看它会不会进步啦。第二点就是因为这个车展的规模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你看它这边今年在北京车展展出了785台新车。然后全球发布的就是 World Premiere， 从来没有在德国、没有在美国、没有在日本发布，就选在中国的车就有117台全球发布的车型，这是很夸张很夸张的。一个车展可以全球发布20-30辆新车，已经很厉害了，东京都没有这样厉害。然后再来发布会的话，是一共有165场，大概分为2-3天来进行啦。所以165场，每一天，比如说我在那个 hall9点到9点20分就有4-5场同时在叭在进行。所以这个你知道吗？车展我觉得还是要一个 team 来了，好像中国的团队什么，因为我们受邀大部分只是一个人来，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拿着手机这样看到什么拍什么这样子的嘛。然后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车的时候你根本不懂 spec， 你也不懂它会不会来到你的 market， 然后你也不懂它是什么，它是 EV 吗？它是 PHEV 吗？尤其中国现在很多车它是 PHEV 的，可是它的整个样子就是 EV 好像理想这样啦，你怎样看横看竖看它都像一个 EV、BEV， 但其实它是有 engine 的，就他们增程车啦，什么 PHEV whatever， 所以就是你知道吗？你的资讯量太大了。当然我能够像别人这样子，就是看到什么讲什么它的车灯是圆的，它的轮胎19寸这样，我可以这样讲吧。我觉得我还是要消化整理一下再给大家，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带过的话，我相信也浪费大家的时间啦。去年的时候，其实坦白说啦，中国一直以来对待 international visitor， 对待外宾来讲都不是特别用心的，因为人口多嘛，旅游都靠国内旅游来支撑，所以对于外国人方面像外国人要怎么付款支付宝微信支付啦，手机要实名认证啦，身份证这东西是对外国人不 friendly 的一个东西啦。但随着在2023年底中国一口气给了应该是5-6个国家免签，大部分是欧洲啦，什么德国、西班牙之类的，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
亚洲国家是豁免15天入境中国的国家。那在我接下去讲这个东西之前，我们来到中国，我们可以用 Cellcom， 我用 Cellcom 的 roaming 可以 upload 东西，因为我们需要把中国的汽车资讯传出去外网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等。那很多的 roaming 只给你2个 GB 的这个流量，当你的流量用完之后，你要怎么解决？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取得独家优惠和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OK， 说回到北京车展的现场啊，我觉得今年有一个东西是很大的进步。像支付宝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绑定外国的信用卡，然后很多的 merchant 很多的商家便利店等等，你只要打开你的 Touch and Go 的 e-wallet， 还有很多国家的各种电子钱包都能够扫都可以过只是它还有一个东西不方便，就是因为电话号码你一定要，如果你打滴滴打车还是你要叫外卖等等，你一定要中国的手机号码，你不可以用外国的手机号码，而且中国的号码不容易买我不知道是北京一直都有了。我一下到北京的拿 luggage 的地方就有4-5个柜台在卖 SIM 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根据我周游这么多国家来讲，通常在机场就买得到了，所以中国是只有在北京，我会觉得哇，对外国人有一点点的礼遇照顾这样子啦。当然这个是好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已经从汽车制造国、汽车内销国。从2020年、2021、2022、2023，它是直线这样子飙上去的，所以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第1大的汽车出口国。我出席过的汽车展不算多啦，不过我觉得这些中国的 CEO 在演讲的时候，其实那个气势是很强大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少在一个汽车展上面会看到一个 CEO 或者一个总裁讲。我们的车遥遥领先，然后连后视镜都看不到对手，然后也很少会听到一个人讲我们现在的车企被外国的这个供应商卡着脖子，我们有这个什么中国红我们中国人就要开中国红，我们要把中国红开到世界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之类的。然后 I mean OK， 你这样你没有问题吗？因为你是听得懂中文，你是一个华人嘛。你imagine你去到德国，一个德国人讲这样子的话，哇，我要开德国，也有德国国旗，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德国人，那种民族性可是很难我当然希望他可以比较温和一点我们外国人也听了不会这么不舒服，毕竟我们不是中国国籍的人，你知道意思吗？但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整个市场就是这么，然后这个卷这个字也是一直不断反复的在提醒我，你走在那条大街上。到处都是我们很卷，我们很卷。这些卷不是媒体讲，不是 public， 不是消费者讲，是这些汽车公司的老总自己在台上面讲，而且在发布会上面会喊价钱的，就是我们喊2万，但整个很不同compared to 东京的车展compared to 在欧洲的车展来讲，这个整个是你会 feel 到那种很强大的气场，它会迫使你整个人好像会很紧绷、很压力，然后处在这种怎么讲很竞争，就是它不是一个小流、小河、小溪，它是一个瀑布这样的嘛，川流不息，呜这样子，然后它会让你不知道怎么这样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至少它可以刺激到我去 input 一些东西，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我在讲车的时候，我们接受到的资讯都是英文然后我自己看的一些汽车 review 都是英文为主比较多。你在马来西亚出席哪里有一场汽车展是跟你讲中文的？不可能的嘛。可是这个我就能够机会去接收到这种中国式的中文这种用词、取词、用字等等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尖锐它非常的 sharp， 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很模棱两可它是直接非常接地气的庶民的语言，很草根的语言。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俗，不过我觉得你就一听就明白了，你不用去想。然后关于这个直播主的地方，我觉得这真的很影响媒体做工、媒体工作，因为任何一个展览或者车展，包括我那天在这个 Las Vegas 的 CES 电子消费展，它都会有媒体日的，就是 Media Preview Day， 在大众入场之前，去给我们一点时间空间去做 content， 因为我们不是拍给自己看，拍给自己身边的人看，我们是拍给10万、20万、30万，你知道吗？100万的观众看，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可是我观察到很多的这些拿着手机在讲的这些直播主啊，他们不是媒体啊，我觉得他不算媒体啦。你问我的话啦，因为他好像是卖车还是要什么，然后我觉得可以安排另外一个专场给他们，他们就好像特种部队拿着机关枪围着那辆车扫射，所以当他在扫射的时候，我们这种在旁边是 What should I do？ 我要进去吗？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整个是什么矩阵啊，就是围攻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们拍车啊，至少要一个24到35个 mm， 可是直播主手机是用广角嘛，而且他不要人家在前面走过，所以他是连着那个车的，你知道吗？这就是这样在讲那个车呀。我知道这个北京车展，我还有很多觉得说可以在加强的地方啦。当然一年的中国车展我也看到一直在进步。那毕竟你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就像一个大象懂吗？你要变换车，一个大象要变换道路啊，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暂时讲到这边先啦，然后有什么东西我们过后再补充给大家，因为我现在还要在中国待好多天之后，回到马来西亚我要去东京，因为你熟悉我就知道，我从上个月开始就在西班牙、澳洲、台北、北京，现在在接近上海这边，然后过后要去东京，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时间一直没有办法很 focus 在做汽车试驾的内容这样子，所以希望今天这集可以暂时给大家有一个更新 update 一下我的近况，然后相信我，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会慢慢的把这些遗漏的内容给补上去这样子。OK，so 喜欢影片记得分享，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我来一下 Facebook page， 也记得点击以下的链接获得 Surfshark 的这个折扣优惠码。Let's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to do one cut.